武直10武装直升机曾因动力不足为人诟病，如今其动力系统已经升级，那么武直10直升机现在的性能怎么样了呢？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武装直升机的出现并投入使用，一度让被称为陆战之王的坦克光环不再，全球范围之内更是引发了关于坦克终结的探讨。一直以来，有着坦克终结者之称的武装直升机一度作为陆军反坦克作战的主力标配，更是成为了当下陆军立体作战体系的强有力支撑。也正因此，我国在新世纪也推出了武直10武装直升机。只不过由于当时我国技术上的不足，武直10的动力系统功率不足，因此一直存在着心脏病的问题，使得国产武直10长期以来备受国际质疑。当初巴基斯坦就有意购买武直10直升机，但是当巴铁飞行员在本国亲自测试过之后，就收了念头。由于巴基斯坦国土大部分都是高原，而武直10的动力系统，也就是涡轴9发动机，偏偏功率又不足，因此高原性能着实是不咋地，最后只能作罢。甚至不单单如此，由于功率不足，原本的武直10直升机甚至不得不去修改原始设计。既然功率不足，那就只能减重，降低了武直10的部分防护性能，同时发动机也没有采用红外抑制系统的设计，毕竟这种设计会损耗一部分的功率。其实在研究和开发阶段，武直10曾采用加拿大普惠公司的 PT6C-76C 涡轴发动机，但由于美国的干扰，后来出现了缺芯的致命问题。幸好有为武直10准备的涡轴9发动机，但动力不足导致大部分性能下降，也是武直10在国际军火市场频频失灵的主要原因。当然了，我军也不会就这么在功率不足的情况下凑合着用，毕竟解放军的心气儿那还是很高的。因此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我国开始了对涡轴9发动机的改进和升级。最终在工程师和设计者的努力下，涡轴9发动机的潜力得以发掘，改进后的涡轴 9C 正式公开亮相。这种改进后的涡轴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200千瓦，实现了对国外发动机的反超。新批武直10武装直升机机身上已经开始安装新型复合装甲和红外线抑制系统，显示动力系统正在逐步增强。在更换涡轴 9C 发动机后，武直10武装直升机不仅在载弹量、飞行距离和机动性等方面达到了预期的设计标准，而且在高原环境下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其整体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均得到了使用官兵的认可。国内最新改良的武直10直升飞机近期曝光，采用了黄色沙漠涂装，机枪链改成裸露式，新加大号发动机进气道防尘网，整个直升机显得更加粗犷先进，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涡轴 9C 发动机约1200千瓦，动力强劲，大大提高了武直10的载弹量。尽管不如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载弹量大，但是高原性能却远远超出，而更大的进气口需要更大的防尘网。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复杂的气候作战环境，武直10的机炮供弹链改为裸露式，不设防护装置，可有效地防止沙尘卡弹。武直10还改进了装甲布局，使飞机能够在发动机功率提升时更多地使用防护装甲，保护能力进一步提高。从外观上看，飞机也显得更加粗壮。改进后的武直10直升机高原性能已经不是问题，当年看不上武直10的巴铁，如今也重新将武直采购的目光放到了这款直升机上来。当然了，按照我军的尿性，既然能将现役武直直接对外售卖，有很大的可能国产新一代重型武装直升机马上就要出现了。毕竟我军武直10武装直升机由于当年发动机技术不过关，因此只能先研制出武直10这种5-6吨级的中型武直。相比于美国阿帕奇的这种10吨级重型武直，
直十的挂载能力甚至都不到前者的一半，只是解决了我国武直有没有的问题。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首先在此之前，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发动机方面，如今就已经不是问题。我国为10吨级运输直升机直20研制的涡轴式发动机就完全能够用在未来的重型武直上，甚至连改都不用改，毕竟隔壁美军也是这么干的。阿帕奇直升机使用的就是来自于黑鹰运输直升机的 T700 涡轴发动机。言归正传，涡轴9发动机的升级让武直10这款直升机再也没有了短板，外贸版如今很有可能也已经拿下了巴铁的大单。虎哥相信这款武直未来将会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再度引起新的热潮。